文种灭身，功成未退的悲剧顺应自然地警示大家。好，我是明德君，今天我们来讲讲庄子徐无鬼中文种灭身的故事。这可不是虚构的传说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往事。越王勾践手下有2位得力谋臣，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范蠡，另一位便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文种。2人同朝为官，齐心协力辅佐勾践完成了灭吴大业，可最终的结局却天差地别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呢？故事得从勾践卧薪尝胆说起。公元前494年，继位3年的越王勾践听闻吴王夫差厉兵秣马，准备攻打越国，竟决定先发制人。相国范蠡赶忙劝阻，可勾践根本不听，执意出兵。结果夫差派出全部精锐，打得越军大败，还将其重重围困。此时勾践才追悔莫及。危急时刻，范蠡建议勾践向吴王称臣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勾践这回没再任性，派文种出使吴国求和。文种到了吴国，夫差本要同意，可谋士伍子胥强烈反对，求和之事就此搁置。文种回国告知勾践，勾践见势不妙，打算杀妻灭子，与吴国决一死战。关键时刻，文种冷静分析，指出吴国太宰伯痞生性贪财，可作为突破口，就算不能和解，也能离间吴国君臣。勾践依计行事，派人给伯嚭送去财货和美女。伯嚭果然接受贿赂，力压伍子胥，成功说服吴王同意和解。之后，范蠡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受尽屈辱2年后才得以回国。回国后的勾践卧薪尝胆，重用范蠡和文种大力发展越国。他们用贿赂、谣言美人计、离间计等手段，一步步削弱吴国，还撺掇吴王杀了伍子胥。终于在公元前473年，勾践趁吴王北上，国内空虚之际，杀回吴国，成功灭吴称霸。照理说，越国大获全胜，范蠡和文种作为大功臣，本应继续辅佐勾践，开创更辉煌的未来。可勾践并非心胸宽广之人，范蠡深知这一点。越国打败吴国后，他便劝文种：鸟进攻藏兔，死狗烹。勾践这人小心眼，我们功劳太大，他定会忌惮，不如功成身退，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。说完，范蠡主动辞官，隐姓埋名去齐国经商，后来成为巨富，还懂得散财养民，被尊为商人始祖。而文种呢，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，他觉得自己对国家有大功，国家强大后理应重用自己，就算不做事也能留下了享福。可他把勾践想得太简单了。那个受了2年屈辱又卧薪尝胆10年的勾践，早已不是当初冲动出兵的毛头小子。有一天，勾践对文种说：吴王因战败灭国自杀，我怕他在民间对先王不利，你这么厉害，帮我拿下了吴国，不如也下去帮帮先王吧。文种一听便明白了勾践的意思，最终像吴王夫差一样自杀身亡。庄子在《徐无鬼篇》用一句话讲了这个故事：勾践也以甲盾3000，妻与会稽，为众也能知王之所以存为种，也不知其身之所以仇。意思是勾践率3000士兵被困会稽时，只有文种知道如何让越国存活，可也只有文种不知道帮越国存活的代价是自己的性命。庄子讲完故事后，举了许多例子阐述其中道理。他说，猫头鹰的眼睛白天看不清，夜晚却很适宜观察；仙鹤的双腿修长，却容易受伤截断。风与太阳经过河面，河水会有所减损，但河水并不绝得自身受损，因为它依靠源头的小溪不断汇聚。这告诉我们，事物的优势和劣势会相互转化。就像文种立下大功，本是优势，却因不懂功成身退，最终成了致命劣势。为了避免这种极端情况，庄子提出安定的理念：水靠泥土安定得以保存，影子靠人安定才能留存，事物间相互安定才能保持本质。人也一样，心态安定，不盲目追求超人的视力听力，不一门心思追求外物生命，才能安稳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想改变一切，让事情按自己的意愿发展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比如有些人拼命追求财富地位，不惜牺牲健康和家庭，最后就算得到了，也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。庄子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理解自然，顺应自然。脚踩踏的面积有限，却依赖未践踏之处获得广阔行走的可能。人对事物的了解有限，却能凭借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接近天道。当我们顺应自然，就会逐渐看清事物本质，明白事物产生必有其对立面。我们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，会发现自己的无知，这才是真正有了知识。就像我们上学时以为掌握了很多知识，可越深入学习，越觉得自己不懂得太多。这就如同庄子所说，
我们要接受事物的辩证关系，不要一味追求绝对的知。道德经里讲，大真若虚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真正的真理往往看似平常，最高明的技巧看似笨拙，最厉害的辩解看似木讷。庄子最后感叹，人们总想变得无惑，可世间知识无穷无尽，人的认知无法穷尽一切，不知迷惑才是永恒的状态。我们所认为的真理，很多时候是有局限的。就像科学技术不断发展，每个时代都有新问题、新知识和新突破。如果一个人非要苛求掌握所有真理，最后只会因知识无穷无尽而迷茫。我们要认识到，知道和不知都是认知世界的自然状态，接受这些状态，静下心来，不强求，才能以平和心态探究世界真理，达到庄子所说的大不惑。这不是认知上什么都懂的不惑，而是对世间规律和人生境界的深刻理解与从容接纳。大家不妨想想，在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像文种一样，被眼前的利益蒙蔽，忽略了潜在的危险？又是否能像庄子倡导的那样，顺应自然，保持内心的安定呢？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面临的诱惑与抉择丝毫不比古人少。比如在职场中，许多人凭借自身能力取得了耀眼的成绩，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。可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新的挑战与利益分配出现时，曾经的功劳可能就不再是晋升的保障，反而成为被忌惮的缘由。就如同文种以为自己的功绩能保一生荣华，却没想到成了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。有些人在面对公司的变革或者新领导的上任时，不能审时度势，依然固步自封，抱着过去的功劳不放，最终可能被淘汰出局。倘若他们能像范蠡一样提前洞察局势，适时做出调整，或许就能避免职业发展中的滑铁卢。再看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创业热潮，不少创业者凭借独特的创意和不懈的努力，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。然而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，各种复杂的问题接踵而至，比如资金链的紧张、市场风向的转变、团队内部的矛盾等。这时候，创业者是盲目扩张，追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，还是顺应市场规律，稳扎稳打，适时收缩战线，调整经营策略，变成了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。很多失败的创业者就像是不听劝的文种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成功的辉煌，却忽视了潜在的危机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导致企业破产，自己也负债累累。从个人情感生活来讲，也不乏类似的例子。有些人在恋爱中过度追求浪漫和激情，不断索取对方的付出，却忽略了感情的平衡和稳定。起初，双方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，但时间一长，矛盾逐渐积累，感情就会出现裂痕。这就如同不懂得顺应感情发展规律，不明白感情需要双方共同经营，相互理解和包容，最终只能以分手收场。而那些能够顺应感情的自然节奏，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彼此的闪光点，给予对方足够空间和关爱的情侣，往往能携手走过漫长岁月。庄子关于顺应自然、保持内心安定的思想，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在追求成功、财富、知识和爱情的过程中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一时的欲望冲昏头脑。当我们面临困境时，不要一味的挣扎和抗拒，而是要学会静下心来，观察局势，寻找顺应自然的解决之道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不被外界的喧嚣和诱惑所左右，以从容的姿态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，真正领悟到生命的真谛，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，避免重蹈文种的覆辙，走向属于自己的大不惑之境。让我们以智慧与平和拥抱生活的每一场风景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更好的自己。